问小伙伴们一个问题啊，饭大家平时都吃吧？那平时吃饭的时候是你先吃呢，还是手机先吃呢？我就想说啊，现在的手机卷的没有1英寸都不好意思当旗舰，然后一回头发现什么大光圈，什么长焦微距，最后拍出来的还是这样和这样。就想简简单单拍个吃的，很难吗？别说，还真有点难。不然怎么有些人会拍成这样，有些人拍成是这样子的呢？哎，没关系，我来帮你找点理由。比如说有些店的灯光它又冷，哎，这个显色指数又低，啥菜放上去都蔫了吧唧的。那有些店呢又搞得特别的温馨，什么菜放上去都超级黄。对了，这里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啊，你能看到的显色指数最低的灯可能是这种路边的蜡灯，是多少呢？这样的菜到路边就变成了这样了。那我就好奇了，到底哪台手机才能在这些地域环境里面把菜拍得好吃？大家觉得会是哪一家呢？我还真没有仔细的对比过，所以我干脆拉了华米、OV、耀果6家旗舰来比划比划。不过如果很不幸你的手机确实是对比下来比较真实的那个，我再来一套小教程，让你不管用啥手机，至少能拍个比较好看的样子。测试的时候嘛，我就得去找一些比较拉垮的灯。不过别说，要买到像路边摊这么差的灯，还真不容易的。我在楼下五金店12块钱巨资拿下几个节能灯，再在拼多多上面买了几个节能灯，感觉这种已经差不多要被淘汰了吧？再用拼多多买的晾衣架给架起来，哎，千里餐厅开张了！有没有路边摊随便支一个帐篷吃点的感觉？这里顺便问一下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拍吃的真实比较重要，还是好看比较重要呢？先来看一下我们正常室内的灯是什么显色指数啊？我现在这边用的都是1来的灯，我们测一下，大概是93.1的样子。我现在呢再把室内的这个灯关掉，再来看一下这个灯是不是一下子就有大排档的感觉了？那这个的显色指数就只有80了。本来呢，我是想要道具菜的，但你说这个不说10分相似吧，1分也就差不多了。你们再看这个油，就跟琥珀一样，用不了1点，就只能用来当做加赛了。我们先拍2张试试看，看这些手机能不能把假菜 AI 成真菜。这简直是各显神通哦！小伙伴们觉得哪个更好吃一点？你真是饿！为了搞出来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评价，这点肯定是不够的。环境好的我就不试了，相信大家都做得不错。我们专找疑难杂症。这是一盏显色指数90加的灯，你看现在菜的颜色是这样的，然后再把这个灯挪走，放到这里，好家伙，这菜都变成什么颜色了？我专门找了4种比较劣质的灯泡，搭配白桌面、木桌面、桌布，再搭配6台主流的旗舰，这假菜也不太行，得叫外卖。然后把这些照片裁掉水印，给工作室的30个小伙伴们每个人打分。为了安抚大家好好投票，还付出了奶茶的代价。来，大家试试看这一组里面哪一张更好看？那最后我拿到了1527张有效票，我们来看看结果吧。先开一个倒数第一吧，就是 iPhone， 和你猜的一样吗 ？iPhone 在1500票里面只拿到了102票，区7%。最高的是 vivo， 拿到了521票，34%。我觉得这些都在我的想象内，但是剩下的几个就更有意思了。华为居然拿到了第2名，而小米几乎和 iPhone 差不多的票数。徕卡鲜艳也救不了小米。仔细的分析了一下 ，vivo 基本上在每一组里面都是最亮的，甚至不惜过曝。它也不管到底你当时的环境是什么个色温，全部校准到一个比较正确的颜色，典型的不真实但好吃。那来到第2名，华为，它的策略其实和 vivo 也是有点像的，色温讨喜，但是曝光没有 vivo 那么激进，有时候会显得比 vivo 要暗淡一些。但它的独有优势是底相对小，还有光圈调节。我看了一下，绝大多数的实物照片都是用 f4或者是 f2.8 来拍的，就是让整个实物很清晰，确实看起来会比较爽。OPPO 和荣耀稳定性就会比前面2个要差点意思，白平衡和曝光好的时候也还不错，但是有时候呢会出现偏暗、偏绿或者是偏红之类的情况。iPhone 这组非说它真实吧，我觉得有点侮辱人了，可能美国人不太懂中国菜吧。那为什么小米的分数这么低呢？我这里还是要帮小米说2句的。其实它也没有拍得特别难看，但是因为我们的投票是选出一组里面最好的，小米的表现总是比较稳定的维持在一个既不是很好看，也不是很难看的位置，自然就很难选到它。那高情商的说就是效果稳定，低情商你们说吧。这
这里还发现了一个意外的问题，小米和华为同样是可变光圈，但是华为对于光圈的运用会比小米更激进一些。小米在所有的52张照片里面，有49张用的是 f2， 另外3张用的是 f1.63， 简直就是以不变应万变。而华为4张 f1.4， 24张 f2.8， 24张 f4。只要不是特别暗啊，还是有一些用小光圈保证整个比较清晰的。这还没完，只要我们没换灯泡，华为的光圈是不会变的。而小米拍4张的时候，分别是 f1.63、f2、f1.63 和 f2。按理说啊，小米这无极光圈应该操作空间更自由才对，那我只能说我还得练。测试的时候，我刚好拿到了这一台最新的开放式 AI 终端，本来还想让它加入战局的，结果好像没有什么必要。说上面的选手有把假菜拍成真的实力，但魅族这是直接反过来了。看来魅族的这个 AI 还得多喂点数据啊。所以啊，虽然都卷到了1英寸了，好像大家都拉不开什么差距，但如果要拼起来，大家离完美真的还有很大的距离。不知道今年大家都吹 AI 影像，再过几年能不能再给大伙们一点惊喜？我呢，务实一点，教小伙伴们一些技巧，看能不能让你手里的手机，哪怕是 iPhone 都能拍得更好看。首先，肯定有些小伙伴会想说，拍吃的开鲜艳模式或者是美食模式就好了吗？其实完全不是这样。就比如说华为哈，我开了鲜艳模式之后，这是鲜艳了，但你看这好吃吗？vivo 的美食模式和普通模式其实颜色并没有太多的区别。但是敲黑板了呀 ，vivo 会自动把它开到2.2倍，还会加上一些虚化，这倒是一个非常讨巧的好办法。同样的一盆菜，如果我用1倍凑进去拍，要么会切换成超广角裁切，画质会非常的差；要么呢就会有非常严重的虚化和畸变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这时候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看过一些教程？猪脚饭不要这样拍了，太普通了。打开人像模式，切换到2倍不容易变形，旋转45度，利用300瓦摄影灯补光。这些花里胡哨的教程里面，总说开人像模式拍，别说是真的有道理的。虽然现在这些模式还叫人像模式啊，但是他们早就不只能识别人了，拍菜也会有虚化，很容易就拍出来不一样的照片。但是一定要特别注意，如果提示离远一点之类的，算法虚化是不会出来的。除了虚化，另外2个用的比较多的技巧是平行构图和前景。前景嘛，其实非常简单，你可以拉来小伙伴的肩膀，甚至是一杯饮料，稍微露出来一喵喵，这样拍出来的照片也会更有层次感。在背景单调的时候，甚至可以让主体看起来更主体了。平行构图更适合在餐桌上面东西比较乱的时候，可以把吃的摆到和桌面边缘平行，画面整洁不少，起码不至于拍出来这样子的照片。现在嘛，拍个吃的，总有说法在强调拍摄技巧，甚至说我会后期都能拉回来。但我想说的是，用手机拍照不就图个方便吗？一下子甩到朋友圈里面，那多爽呀！ Nice. 我认为啊，拍吃的时候，手机厂商就应该往无脑拍出来好看优化。你看现在动不动就什么光学啊、真实啊，正到拍人美颜的时候，巴不得套几层滤镜上去。现在手机拍人，像是 vivo、OPPO， 长焦加算法加虚化一套组合拳，感觉已经差不多大成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拍吃的也能让厂商帮我们总结一下，别拍个吃的还老来蹭人像模式用了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切蒂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